梁真，他们这是要架桥吗？郭子健想干什么？还真的要架桥啊？没错，在设置导调方案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天气、路线以及他们所有备选方案中可能会遇到的所有情况都做了详细分析，超过雨天在蜂腰谷架桥的可行性。各项数据显示，蜂腰谷架桥可以实现。那这么说，他们刚才清障那是障眼法？哇，他俩这心眼玩的，这叫谋略，不叫玩心眼。只有把握每一个机会的人，才有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在这种环境下架桥，确实太冒险了。刘参谋，到，通知郭子健，立即停止架桥。是。营长，指挥部呼叫。指挥部，请讲。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停止架桥？为什么？重复。动摇命令，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报告指挥部，演习指令一旦下达，形同作战命令开始，无法暂停。演习方案很明确，一营指挥员是我郭子健，除导调组外，任何人无权干涉。一句话，你的动摇越权了。我。这一营万一真的出了事儿，他郭子健负得了这个责吗？老三，下车看看。孙兴旺，走。报告营长，保障连已经全部到位，营侦察班正在山谷对面。山谷什么情况？战斗队正在选择合适的地点，战阵雨太大，可能会影响整体的进度。我过去看看。会太危险了。报告，首长，您不知道，演习这么多年，很少安排关于架桥这方面的科目。即使有，也是由咱们旅保障营完成作业的。各个营的保障力量，基本没有单独完成过这么复杂环境下的任务。再说下这么大雨，万一要是出……我就是一个观众定点啊，不讲评，不表态。你们该怎么组织就怎么组织吧。是。小心！哎！营长，都来了！营长，怕什么来什么，还真让我说中了那种。老苏，冷静点，你看到没有？这下子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等结束以后再说，我收拾他。抓紧了！营长，小心，营长！吓死我了，梁三。
要补架桥！啊，我们中计了。营长，现在更改路线恐怕来不及了。现在这样的天气，一营架桥未必能成功。郭子健这个疯子，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是，各部，全速前进，全速前进。 走！我问你，桥架得牢靠吗？教导员放心，战士们正在铺防滑垫，车队马上可以通行，必须保障万无一失，保证完成任务。营长，我建议依照次序，人桩分过。我也是这个意思。洪参谋到，通知所有过桥单位，人桩分过。是。 营长，食堂闹起来了，他们这是皮痒了，没完了是吧？营长，队步起！ 你道的哪门子歉？以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你态度不好，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您说的对，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这毛病得改，我现在就改。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正式给你道歉。营长，对不起。郭营长，我也得向您道歉，之前的事儿陈灵火，你那些鬼把戏都是我玩剩下的。 改天我教你几个高级的。营长，我们都向您道歉。营长，对不起。行了，要真想道歉，就好好训练，争取在集团军实战演习中把第1名给我拿回来。那是必须的。不过这还不够，我们要请营长吃红烧肉，全营都要。 开饭！继续测试。怎么样，课题研究的还顺利吧？挺顺利的。我来到基地已经2个多月了，再加上原先在院校的一些准备，导条业务基本没有问题。下一步，我还需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收集更多的信息，来支持我关于训练基地信息化平台的研究课题。好。在这里有什么需求的话，尽管跟我提，毕竟我还是你的导师嘛。我也希望你基于这次研究，把咱们训练基地的信息化平台给它完善起来，这样在将来的演习当中，我们的导条员就不用再四处奔波，兵洒千里了。
不光不用兵洒千里，我们还可以全方位监控全部演习过程。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精准地做出裁决评估。老师，您刚刚说到需求，我的确有一个需求。哦，讲出来。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地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啊，好，没问题。我跟集团军的各旅打个招呼，只要机会合适，都会安排你参加。谢谢老师。对了，最近集团军组织的404旅和396旅的对抗演习很快就要开始了，机会难得，你要做好准备。明白，谢谢首长。真可以啊！你也太客气，努力，努力，努力！班长，加油啊！还是要努力啊！哎，你们得加油啊！好嘞。怎么样？对照这个，差距还大吗？报告教导员，跟全军的标准比，除了班长，我们还是要追一追，但距离集团军的标准有冲击的希望。你们这一个个看起来都红光满面，本周成绩一出来吓我一跳，我以为得给你们累成什么样啊，没想到一个个都给我生龙活虎的。这次演习一定要给我当黑马。是。说一说，课题结束之后有什么打算？我的研究生导师张教授给我推荐了北京的研究所。哦，这个老张啊，给你瞎指的什么方向啊？我还指望你留下来呢。怎么，已经决定了？我个人觉得，研究所的软件、硬件设施还有研究氛围都挺符合我个人对于职业上的规划的。听明白了，就是我们战区陆军的条件蒸不下你这个大馒头，懂了？不是，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妈妈她心脏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我住在北京的话，也可以离家近一点。好了，又不是批评你。去研究所其实也挺好的，以后有好的项目、课题，还可以互相合作嘛。当然了。哎，老姜，这次集团军实战演习，你的二营必须得是主角啊！哟，刘科长，屁股决定脑袋啊！这作训科长一当，立马就不跟我争了啊！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咱们俩再争，咱们俩不是外人，对吧？我是担心那郭子健不靠谱，你忘了上次2个连长打架的事儿，惹得索副旅长现在还牙痒呢。但我可听说，1营最近的训练抓的还是挺扎实的。行了吧，就他做的那都是面子工程，要是主攻营的位置交给他，那才真歇菜了。咱们也不能太小看他。哎，你今儿这是怎么了？心神不宁的。抓部队基础性训练，这可是实打实的硬功夫啊！刘科长，你说的对。你忘了前几年，我从作训科参谋下来当营长，一心就想超过你，但是打了2年，硬是一点便宜没从你小子身上占着。所以抓训练这一块，你要说第2啊，没人敢认第1。瞅啥？哎呀，刘科长，刘科长，哎，当年你当营长的时候，这番话怎么不说给我江胜强听呢？那会儿咱俩是竞争对手，我能服吗？现在说也不晚啊。放心吧，旅里怎么安排，我江胜强怎么行动。我告诉你啊，索副旅长的原话：军事上的事儿，交给你们2营，那全旅上下都放心。明白。回到1连感觉怎么样？那还用说？那感觉可太好了，再也不被戳脊梁骨了。就你这点出息，哎呀，你这当领导的可不知道啊，这都在一个院儿，熟门熟路熟头熟脸儿，这处理轻了呢不达标，处理重了呢又处处骂娘。这当了这2个月的营参谋，又是专门负责蓝军小分队，
我李松伟攒的这点好人缘全都败光。就你这狗脾气，还好人缘？说说，这2个月有什么收获？收获还是有的，哎，尤其是战术素养。这次咱俩要是再比，我可未必输给你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干啥玩意儿？不好了，不好了，整天。不是，能不能整点吉利的？说，班长，咋事？我听我老乡说，咱们旅要把集团军主攻营的位置交给2营。啥玩意儿？哎，听谁说的？消息准确吗？应该不会错。我这老乡是做训科的，还应该听刘望远说的。这个留心眼儿，肯定有人他在背后搞的小动作。我看他这2年营长算是白干了。干嘛去？朝副旅长和政委抗议去！站住！不是，营长，难道就这么算了？这段时间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好不容易展现身手的机会，要是真成预备队，那还有什么劲啊？这事我心里有数。主攻营，我们不让。对于这次我们演习的对手，404旅，我想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吧？谁不知道啊？死机旅嘛。什么叫死机旅？啊，以前网速慢，只要一白屏，上面就出现404，大家都以为是死机了。但是，他们旅也有一个其他的名字，叫黑曼巴。没错，黑曼巴，404旅旅长亲自命的名。什么叫黑曼巴？蒋振强，到，给大家科普一下。是。黑曼巴，眼镜蛇的一种，是非洲最可怕的毒蛇，其爬行速度居世界蛇类之首。最关键的是，其自身毒液成分里含有致命的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一旦遭受它的攻击，就将面临机体的重要器官受损。404旅对对手的打击，其战术战法形同黑曼巴。汇报完毕。都听明白了吗？江胜强同志说的没错，404旅旅长卢远山，个人演习中有2个最大的爱好，一个是中断红军神经系统，第2个俘虏红军指挥员。所以我们这一回一定要确保索夫旅长的安全。他要是被捉了去我们基本上都只有举旗了啊！我这100多斤交给你们了啊！报告，讲，请政委放心，我们营可以将主攻任务和保护首长的任务一并兼了，绝对确保首长的安全。2营是咱们的老牌主攻营了啊，所以这次打主攻，非2营莫属。保证完成任务。报告，我有异议。怎么？郭营长想跟我们2营抢主攻？怎么能叫抢呢？要按照编制序列，这1营也应该是主攻营。郭营长，我想提醒你，主攻营的位子能者居之，不是按编制序列来的。你们1营各个科目的训练成绩是什么水平？不用我多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你可是我们2营的手下败将啊！蒋营长说得好，能者居之，但谁是能者，看的不是以前的成绩，是现在的成绩。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2营再比一场？当然，那也比内定有说服力。哎，行了，行了，你们这互不服输的劲儿都给我往龙远山身上使去啊！这会议刚开始，净替你们打岔，坐下，继续开会。这郭子健他想争主攻营这个事儿谁不知道？
不就是想捞点印象分，给进大机关攒点资本？这种人功利心太强了。他想进步，这无可厚非。可是做什么事儿得讲个章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演习这么大事儿，不能拿396旅的荣誉开玩笑。按理说主攻营的事儿，咱们旅就可以直接做决定，根本没必要听他们2个营的意见。但是今天他公然提出异议，如果咱们直接拒绝，这传到军首长们的耳朵里，会不会显得我们故意排挤他呀？你有什么想法？上一次不是判营输吗？这郭子健心里啊，肯定憋着气儿。既然这一次他又主动挑战2营，我觉得那干脆让他们2个营再打一次擂，全面比拼一下。一来可以给我们的演习就当热个身了，二来呢，让他心服口服，知道咱们396里不是他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这样也好，相对公平。回头我和政委再汇报一下。今天的动员会，我先开个头，等会儿教导员再做指示。为什么要做这个动员？告诉大家，不是演习，不是打仗，而是一次比武打擂。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没错，我们要跟2营打擂，争夺这次对抗演习的主攻营。怎么，大家是被2营打怕了，打得失去脊梁骨了？没有。好，看来大家还承认自己是个男人，是个爷们儿，还对得起那个大大方方写下的兵字。我就不信，2营能做到的，我们1营做不到。那些科目他们训了，我们也没漏。虽然我们上次败了，但是这几个月时间里，我亲眼目睹大家的训练进了一大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在正是我们可以用实力说话的时候。既然大家来选择当这个兵，在狭路相逢的时候，就把心中的勇字给我写实了，写硬了，写进骨头里，写进血脉里。我现在就问大家一句：有没有信心战胜2营？有。当然，战略上我们要表示如此，在战术上，我们要认真研究。具体怎么研究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下面，请教导员做指示。郭子健当营长真是可惜了，他应该到宣传科当科长，这口才一套一套的。士气不错，咱们也不能泄劲儿。放心吧，营长，咱们营的兄弟们早就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了。不能输给郭子健，绝对不能。是。营长今天开这个动员会，开得好啊！让桑海田心里面特别的惭愧。本来是想跟大家好好讲讲，比武打擂，输赢不要紧。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为1营所有的官兵做一次自我的批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如果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要让一个输字安了家，那我们还能上战场打仗吗？不能。对，
此次比武打来，就一个字儿：赢！这都接近尾声了，成绩还依然不分上下。哎，也奇了怪了，一人这进步也太神速了，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主力一了。你们是不知道，这段时间郭营长抓训练是下了真功夫。行了，你们在这盯着吧。是。这2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面。可惜了，集体成绩取的是平均值。19分离8秒。分手之交。装的好，射击准备。握子装弹，开始射击。双方第一场比赛结果，1赢，领先5分。鬼！我对比赛结果有异议。报告，一营参加射击比赛的每一支枪上都加装了新式瞄准镜，他们是靠新式瞄准镜赢得的比赛，我认为胜之不武。新式装备下发不用，留在库房里压箱底吗？这叫蠢。再说了，训练大纲规定，射击考核比赛可以使用瞄准镜，且评定标准不变。你要不信，你们可以回去翻一翻。郭营长，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我们可是完全按照训练大纲的规定来操作的。江营长，这新式瞄准镜早就派发部队了，包括你们2营，你们不用还不允许别人用，这没道理吧？营长，新式瞄准镜前段时间刚刚配发，我们营训练的比较少，所以。周参谋，到，大声点。刘科长说要保证训练装备的完好率，所以，我是让你保证完好率，不是不让你训练。哎，刘科长说得好。你们还觉得不公平吗？要还觉得不公平，上一轮比赛可以不算，你们也可以使用新式瞄准镜，我们再比一场，怎么样？营长，我们没有专门训练过新式瞄准镜的使用，就算比了，我知道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啊！如果2营对这一轮的比赛结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科目的比赛。江胜强，到，认可不认可？认可。左副旅长，这新式瞄准镜的使用流程确实还是比较繁琐，需要反复校准才行。而且它的结构还比较精密，一旦坏了是很难维修的。新式瞄准镜既然配发了，他们安排训练也无可厚非啊。是无可厚非，但是您别忘了，关于装备，咱们每年是有考核标准的。如果今年考核不合格，
那是会影响咱们旅在全集团军的整体排名的。说到射击，我听说郭子健在396旅比武打擂中，用上了新式的瞄准镜，这可将了你们作训部门一军呢。是，这种新式瞄准镜配发以后啊，我们考虑到部队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再加上训练大纲也没有强制性规范，所以我们就对各部队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我们现在很多同志惰性依然很强啊，生怕事情揽在自己的身上，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对于上级不提要求的事情，基本上放弃了试错和创新。干活多，是非就多了。郭子健启用了新式的瞄准镜，就像一根刺，说利不利，但是难掩其锋芒，这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啊。首长说的是，就连我这个作训处长心里都不是很舒服。不过还好，我们已经在筹划专门的培训了。当然现在说起来有点马后炮，但确实已经在运行了。我们机关现在很多同志啊，做事情就是起大早赶晚集，工作要讲程序化，程序要讲规范化，规范要合理化，弄得处处像打太极。你们作训处在这方面问题虽然不突出，但也要引以为戒。首长批评的是。哎，首长，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那绝对是一张妙棋啊！您这是慧眼识珠，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还说不定，交给时间去检验吧。不过，郭子健确实是我老同学那儿的宝贝疙瘩，我费尽心思把他挖过来，又送到一营去历练，也算是用心良苦啊。来，喝点茶。好。哎呀，老同学啊，自打那天郭子健在台上做检讨，我就看出来了，你在打他的主意。怎么着？搁我这儿你不放心啊？你是不知道啊，关于这个郭子健呢，我们学院对他启动了一项重点培养计划，而且跟相关的陆航旅和特战旅也都联系好了。如果不是那个刘科长把这件事儿捅到我们原单位，想把郭子健弄走，我这就不会答应的。行，我承认，我捡了个大便宜，行了吧？行了，关于郭子健呢，咱就不聊他了。我只是希望，老同学，郭子健到了你那儿，多多锤炼他。放心吧，老同学。还有一条啊，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他不好用了，或者不想用了，你就直接还给我。什么意思啊？这小子是个人才，不能浪费了。行，你的话我记住了。说实话，就这几个月的时间，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把一营带的跟二营打成平手，这就算过关了。哎，首长，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就郭子健，我们作训处提前预定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主攻营不是还没拿下来呢吗？话说，这两个营现在打得旗鼓相当，他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真是很难预料啊。既然是比武，就不要只限于米数、秒数、环数这样的死成绩，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首长，您的意思是？郭子健，不管这段时间你给一营增加了多少训练，但是一支军队的战备素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突击出来的。我承认，你的那些小聪明对我有用，但是对上黑曼巴，对不起，一点用都没有。你的那些小聪明，只会把396旅推向失败的深渊。拍马屁你还挺拿手的。我告诉你，兵者，诡道也。打仗不光靠的是拳头，还得靠脑子。现代战争，
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我不管你说我是小聪明还是什么，我只知道想赢，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行了，别吵了。叫你们来不是听你们斗嘴的。既然现在打成了平手，你们又谁都不服谁，那首长们的意思是下一轮的比赛就要加码了。郭子健，你确定要继续吗？继续啊？为什么不？那我现在来宣布一下下一轮比赛的内容。这是根据您的想法设计的比赛课题，1营、2营分别向我们预先设定好的目标点进发，在途中我们会给他们设置难度不等的各种障碍，以到达的时间和解决障碍的处理能力等综合评定他们的成绩，分高者胜。好啊，这次虽然只是2个营的比试，但我依然会请求你们战术训练基地参与导调。上次你就组织过1营和2营的小型对抗，也算是有经验了。我跟马司令员已经打过招呼，这次还是由你带队参加。是，保证完成任务。这次的考题是我出的，因为有导调组在，所以呢，我全程就当观众，不讲评，不打分，也不表态，所以你们不要有压力啊。当了几十年的兵，最喜欢看军事比武。你们搭了这么好的擂台，应该早点通知我。首长为了观看比武啊，推了2个活动，找军长特批才来的。感谢首长对我们396旅的厚爱。1营的郭子健营长现在还处在和1营的磨合阶段，2营的姜顺强营长还需要加强锻炼，希望他们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哎，对于之前的比试，你们有什么感受啊？报告首长，我们最深的感受是，部队的士气上来了，打仗的氛围出来了。我的感受啊，还是这个郭子健，他把1营的这团火呀，给点着了。哦，这才几天呢，话说的这么满。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没想到这联军演习还没开始，咱们就跟着郭子健遇上2回了。听说他这段时间的1营搞得如火如荼的，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赢。2营营长姜胜强是连续2年集团军的标兵营长。2营这3年的比武金牌数量在396旅里连续3年排名第1。1营这3年的战绩远不如2营，上一次的对抗中，他们表现得更是不尽如人意。但是郭子健是个变量，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所以无法推断结果。梁才，我一直以为我才是咱们基地最八卦的人，没想到啊！这怎么能叫八卦呢？这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基本？难不成你把他们之前所有的对战信息都查了一遍？不应该吗？还有他们日常训练的成绩，这都有助于把比武计划做得更加合理。毕竟上一次，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我忽略了一些问题，才导致最终判定结果的时候会产生歧义。这次拉动，虽然没有设置对抗环节，但实际上每分每秒都在对抗。报告，营长，来回也就200来公里，没难度。李松伟，到，就你能是吧？我告诉你们，梁副军长费这么大功夫，不可能只为看看部队的拉动和奔袭能力。所有人，给我打起12分精神，听到没有？是。报告，2营已经出发了。好，副参谋到，马上联系吴东山。是。班长，这下糟了，身前身后2个指挥所，
老天天又是真实的集结地。2个指挥所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山前和山后2条完全不同的线路。要万一选错了，就必须要绕行，那咱们就输定了。要不我带人靠近点看看吧？别着急，2个指挥所都已经设定了防守人员了，靠那么近干嘛呀？好让咱们抓吗？咱总不能给营长发2个位置吧？根据我的综合分析，山前的指挥所明显的是在虚张声势，是假；山后的指挥所比较隐秘，而且又在山谷，应该是真的。我的，赶紧把山后指挥所的方位发给营长。明白。报告营长一个好消息，讲。一营到现在还没有出发，看样子是被梁副军长所设置的双指挥所给迷惑了。在战术素养方面，一营肯定是兜不住的。不过咱们也别掉以轻心，既然梁副军长只给咱们设置了唯一的目标，那说明在前面的路上还有其他的障碍和考验在等着我们，密切注意动向。是。报告，收到吴东胜一线情报。好，营长，我觉得吴东胜的分析也未必准确，咱们要不要再派几个人去看一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听吴东胜的。是。一营到，出发。是。哎呀，这一营的车队明显走偏了嘛！凌军啊，你这语气明显带有偏向啊！啊，不是，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这部队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后面的仗怎么打嘛？那不正好吗？考验指挥员的时候到了。坏了，首长，现场下雨了。看到了。各连注意，保持车速的同时，注意雨夜路滑，小心驾驶。各连回复。收到，收到。报告营长，由于一营侦察班判断失误，给出了错误的目标点，一营入上后正在向假的目标前进。营长，这次咱们的赢面很大呀！通知保上连，太空兵在一营折返的路上设置路障。你是要断他们后路？要赢就赢得稳妥，以防万一。是。哇，他们这2营也太绝了吧！哎，这不是一营的那个侦察班吗？他们又回来了。动转，动转，动转！错了，快把谁写的位置发过去。是。看来是发现错误了。可惜发现错误也晚了，后路都让人给断了。给2营设置的路障你设好了吗？放心吧，梁三，他马上就要遇上来路虎了。一营的后路已被我们截断，让保上连的人先别急着回来，告诉他们，在设障地点密切注视一营的动向。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停车？报告营长，前方设置了路障，前方设置了路障。
这个吴东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侦察班。这回先打眼了吧？营长，赶快下命令吧！报！营长，收到侦察人员信息，江正强把我们后路给断了。能清障吗？可以清障，但是至少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从目前2营行进的速度来看，如果折返清障，我们将必输无疑。这个江正强居然学会玩兵法了，这几次没白栽在我们手里，还是有长进的。营长，你这个时候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呀？赶快想办法啊！现在着急也没用。地图，这就是地图中标注的那个石桥，它是山脉中最短的峡谷。班长，别说现在石桥断了，我看就是好好的，就这个宽度，也很难过咱们的重装备。少说3句话，现在你赶快把石桥的方位、状况，还有周边的情况编成信息发给营长。是，营长他自己会判断的。1营现在什么情况？接到消息，1营已经发现错误，应该会立刻折返。我们有没有备选方案？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一条简易的山路，通过这条简易的山路之后，有一个山谷无法通行，除非下桥。另外一条路虽然好走，但是会绕远。哪种方案更快？正常情况下，架桥肯定比绕路来得快，但是现在下雨，架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索弗旅长最重视安全的问题，所以1营现在折返清障，花费的时间和我们绕行的时间其实差不多。综合分析，我认为加速绕行更为稳妥。1营，他们有没有备选方案？我们现在有3个选择。第一就是原路折返，但是刚胡参谋说了，时间不够。第2是绕行，但是要花的时间会更多。第3就是这里，蜂腰谷。对，马上通知吴东胜，快速侦察蜂腰谷。是。营长，这也太巧了，吴东胜小组现在就在蜂腰谷。好，这才是1营的侦察班长，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是。营长，蜂腰谷的石桥是断的。断的？这是他们刚刚发过来的石桥信息。看，上车。全体都有，上车。营长，保条组在2营行进的路上设了帐，他们的车队现在也停下来了。好。你看，这2边都遇见了难题，而且问题还差不多，有点意思啊。任军，依你看他们会怎么选？我感觉以郭子健的性格，他应该会选择架桥。但如果江胜强也选择架桥，在时间上1营还是属于劣势。这种天气，选择架桥，太危险了，对吧？我们现在想要取胜，就必须要让江正强选择绕行。我们折返清障，跟他们绕行的时间差不多。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可能还有1线生机啊！我要的不是1线生机，是100%的决胜之策。所以我们不折返，选择架桥。这种天气情况下，你要架桥，江正强又不是傻子，你怎么可以确定他一定会绕行？江正强是聪明了一把，但是我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给我玩一招出其不意，那我就还他一个瞒天过海。抓紧时间，迅速清理路面，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快点，再快点！保状连发回消息，1营正在清障，看来郭子健是放弃在蜂腰谷架桥了。这个天气下选择架桥，那才是真的疯了。他1营只有选择折返，才有机会和我们一搏。命令保障连，在第1道障碍后面再设置1道障碍，
务必延误他们的时间。命令各连绕行出发。是。好，稳中求胜。这个圈子兜的可不小啊！斩断一营后路，给他争取了时间，这是江胜强可以选择的最佳方案。可一营为什么只有小分队去清障，而大部队却原地不动呢？首长，我觉得这郭子健可能是憋着坏了。这不是一营的一连长李松伟吗？他不是保障连的。等着看就知道了。报告，营长，二营确实选择了绕行。好，前面这个路段相对开阔，通知保障连马上架桥。是。张三，他们这是要架桥吗？郭子健想干什么？还真的要架桥啊？没错，在设置导条方案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天气、路线以及他们所有备选方案中可能会遇到的所有情况都做了详细分析，包括雨天在蜂腰谷架桥的可行性。各项数据显示，蜂腰谷架桥可以实现。那这么说，他们刚才清障那是障眼法？哇，他俩这心眼玩的，这叫谋略，不叫玩心眼。只有把握每个机会的人，才有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在这种环境下架桥，确实太冒险了。刘参谋，到，通知郭子健，立即停止架桥。是。营长，指挥部呼叫。指挥部请讲。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停止架桥？为什么？重复。动摇命令，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报告指挥部，演习指令一旦下达，听从作战命令开始，无法暂停。演习方案很明确，一营指挥员是我郭子健，除导条组外，任何人无权干涉。一句话，你的动摇越权了。滚！这一营万一真的出了事儿，他郭子健负得了这个责吗？老三，下车看看。孙兴旺，走。报告营长，保障连已经全部到位，营侦察班正在山谷对面。山谷什么情况？战斗队正在选择合适的地点，但这雨太大，可能会影响整体的进度。我过去看看。我太危险了！报告，首长，您不知道，演习这么多年，很少安排关于架桥这方面的科目。即使有，也是由咱们旅保障营完成作业的。各个营的保障力量，基本没有单独完成过这么复杂环境下的任务。再说下这么大雨，万一要是出……我就是一个观众，今天啊，不讲评，不表态，你们该怎么组织就怎么组织吧。是。
小心！哎！停手！都来！怕什么来什么，还真让我说中了那种。老苏，冷静点，你看到没有？这下子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等结束以后再说，我收拾他。抓紧了！小心，营长！吓死我了，梁灿！一没有折返，正在枫腰谷架桥。啊，我们中计了。营长，现在更改路线恐怕来不及了。现在这样的天气，一营架桥未必能成功。郭子健这个疯子，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是，各部，全速前进，全速前进。 走！我问你，桥架得牢靠吗？教导员放心，战士们正在铺防滑垫，车队马上可以通行。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保证完成任务。营长，我建议依照次序，人桩分过。我也是这个意思。洪参谋到，通知所有过桥单位，人桩分过。是。 他们真架桥成功了，不过这郭子健还真是挺厉害的，一句月前把索副旅长都给呛得没脾气了。他的话没说错啊，演习一旦开始，如果现实中的领导再发布指令的话，那不就穿帮了吗？但照这么看，这一营不是要反败为胜了？这一营的前进道路可真是一波三折呀！ 我要处理这个孙兴茂，是他向我保证过的，万无一失。别急，侦察班已经过去查看了。那个刘参谋，到，通知郭子健，看要不要终止渡桥，组织抢救。是。 什么情况？救一救泥土附近的松洞。
问题大不大？装备起降扶持之后，原本的桥基显露出来了，安全的，完全可以承载车辆通行。确定吗？再给我1分钟。营长，车辆完全可以通行。好。吴参谋，到。二营到什么位置了？营长，他们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按照他们现在的速度，应该会在早晨6点到达集结地。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营长，这天气恶劣，架桥过桥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都要长啊！不要安慰我，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让大家注意安全，迅速过桥。是。真是让首长见笑了，这场拉动啊，比一场演习还像实战。哎，你说这郭子健，他是兔子急眼了，还根本就是一个傻大胆啊！要我说啊，他纯粹是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了。哎呦我的天哪，给我吓得一脑门子汗呢。这运气啊，有时候要青睐有准备的人。我倒是建议啊，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复下盘，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也许你们的感受才更真切。是。一营的兄弟们，唱首歌，团结，预备，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高，比天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让一切不被主义制度死亡。郭子健，还没到高兴的时候。是，你先到了，但是拉动的全过程都是要计分的。你走错了路，这是最大的减分项。什么加分，什么减分？你说了不算，得导调组说了算。嘿嘿。各连，整队带回。是。全体都有，坐好站稳，齐步，走。刘科长到，你也盯了一晚上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报告首长，虽然现在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各种数据和情报信息显示，一营先行到达集结地，应该是一营胜。记住教训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
侦察兵就是领导战斗决策的眼睛和耳朵。你们的准确会让你们的指挥员耳聪目明，你们的失误就会导致你们的指挥员的耳聋眼瞎。尤其在天气恶劣的条件情况下，我们的郭营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迎接我们的战友。万一有个3长2短，吴德胜，到！我相信你会后悔一辈子的。郑德云，俺知道了，俺一定好好的检讨，类似的失误不可以再有下一次了。俺保证，要是再有失误的话，俺一定提头来见。吴东升，从头到尾，我们的郭营长一再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对你还是很认可、很肯定的。你这脑袋是属于祖国和人民的，不要到处给我乱给。我要的是准确无误的情报。是。报告，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说说理由。走错路，为什么不扣分？好啊，既然对结果有异议，那现在我们请导调组参谋梁红同志做一个简要说明吧。是。各位首长，这次拉动是对合成营实装行军的全方位考核，但在这中间，我们也设置了几个小的科目。第一是一营的目标点，我们设置了虚实2个点，非常接近，很难判断。但是同样的情况，2营并没有。第二，二营虽然没有设置目标点干扰，但是在途中专门设置了路障，路障300米侧就有简易山道。按照预先设定，车队在通过简易山道后，通过架桥便可直抵集结地。但是2营却选择了长距离绕行。1营在发现车队方向差错后，及时在绝境中另辟通途，这当然要加分。这也是原先在设置课题时就早已备注了的加分项。所以，通过各种综合比较，并以双方作战力量、大部队到达集结地域的时间判断，我们才得出了1营胜出的结论。完毕。看来梁参谋对这次拉动的所有规则和评分标准都已经烂熟于心了。梁参谋这个大脑就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处理中心呢。我再补充2句啊，其实首长在对2个营进行课题设置的时候啊，是充分考虑了天气因素的，所以昨夜的那场雨也是选项之一，即雨夜山路车队行军，指挥员要面对的，除了军事指挥外，还有安全问题的处置以及当机立断的魄力。一场正常的雨夜战备拉动，让我们从首长那儿学到了很多实战中应该掌握的理念和技能，也学到了作为指挥员应对复杂环境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这应该就是这次训练的初衷和真实意图。那么接下来呢，请首长宣布结果吧。我早就说过，今天我就是观众，不是裁判，你们自己商量吧。那我就和索副旅长先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晚点宣布结果。好啊。1、2营，先回去集结队伍。是。
张仁强，就这么点度量啊？郭子健，我不管主攻营的打擂结果到底是怎样，1对1单挑，敢吗？田行长，指挥员比的是综合素养，咱不能意气用事，对吧？虽然2营跟我们1营一直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团结才是力量。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指挥员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吗？啊？还是说你郭子健已经习惯了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手段，早就忘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事素养了吧？想比什么？综合战斗演练，敢吗？没问题，奉陪到底。我现在就去找首长汇报。郭子健，我知道你厉害，但是江胜强跟咱们1连那些小子他不一样，人家是全集团军综合战斗演练记录保持者，你不能说答应就答应。怎么了，教导员？信不过我？那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我是怕你万一不小心真输了，那不也丢你自己的面子吗？没有万一，一会儿就把冠军拿回来给你看，行吗？郭营长这么有自信啊？那我们去给你加油，你欢迎吗？欢迎啊！你们要能来，我就更有劲儿了。郭子健，你肯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低调，小心驶得万千。别说了，别人在都给我面子，行吗？啊！梁彩，这郭子健真挺有意思的。哎，我感觉你们2个好像挺合拍的。我跟他合拍？就比如说上次那个什么营战斗权，张胜强都不知道，你一下子就给说出来了。还有这回架桥，你给双方都留了空间，可是就郭子健做到了。哎，大概就是你们学神的事情我不懂吧。刘科长，杨参谋，方便单独聊2句吗？啊，梁三，那我就先走了。杨参谋，有件事儿啊，事关我们旅的，参加这次集团军演习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想请你帮个忙啊。集团军的战役演习本来就是我们基地的工作，刘科长客气了。想必这次打擂的起因呢，你也是了解的。但是现在这个1、2营为了争夺这个主攻营的位置，可以说是闹得2派俱伤，影响团结，甚至我们旅的领导在上级面前还有失体面。会吗？虽然江营长对比赛提出过质疑，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数据还有设置的规则都跟他解释过了。比赛是公平的，怎么会影响团结呢？反正这个事儿啊，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不但影响整体的部队士气，还会影响我们早就拟定好的演习计划。演习计划不应该是按照对抗实际现场去拟定的吗？怎么可以提前设置？这样不科学吧？话是这么说没错啊，但是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作战单元的设置、主攻营的确立，这些还是要提前做准备的嘛。那所以呢，有什么是我可以帮你做的吗？我是在想啊，你看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比赛结果的认定？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的，抱歉。参谋，梁参谋，别误会，我不是让你作假，我只是觉得郭子健这个人啊是个不稳定因素，这一点我相信你我之间都深有体会。你忘了上一次他假传命令的事儿了？那我们都是受害者，对吧？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呢是404旅，那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主攻营，那很有可能会影响最后比赛的成绩。我这也是为大局着想啊。刘科长，原谅我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的经验，也对你口中所谓的大局缺乏理解。
我是一名导调人员，我只对我的工作原则负责，用数据说话，其他所有的一切跟我没有关系。杨参谋，你考虑考虑啊！轴啊，不懂变通。经旅首长批准，义务现在开始。哎，有个情况，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啊，免得一会儿结束了良心不安。你也有良心？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吧？那你瞧你说的，我刚刚试了2遍那个障碍秋千，你那边稍微有点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儿。怎么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跟我玩心理战术？告诉你，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一定要赢你。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呢？一会儿输了可别哭啊！郭子健，别在这儿跟我废话。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现在认输，要么一会儿跪下来喊爸爸。上阵准备。哎，梁才，你说他们2个谁能赢？不知道。不是吧？前2天比武的时候，你把郭子健称为变量，我还以为你得趁机把这变量给计算清楚了呢。我刚才查阅了他所有的科研成果，他在战法和指挥领域确实非常优秀，但是综合战斗演练考的是军事素质，所以谁输谁赢，我也不能预测。不是吧？你还真查了？当然真查了。梁副军长希望我把基地的信息平台建立起来，所以所有跟演习、导调相关的数据我都不可以忽略。所以说，郭子健也是数据信息？对我的研究课题来说，他是的。准备！也太帅了吧！
哥试了2遍那个障碍秋千，你那边说有点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儿。太精彩了吧！确实精彩啊！看来是我想错了。综合战斗演练，也不全拼的是体力和技术嘛。看尖子比武，真是一种享受啊！是啊。哦，对了，首长，一会儿康政委会当众宣布打擂结果，这会不会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影响？啊。 不管在什么地方宣布，都会受到影响的。好在战士们都已经知道打擂的结果了。这次比武，无非就是2营长再找回一点士气罢了。首长说的是，士气当鼓嘛。同志们，在宣布比武结果之前，我先要讲几句。你们2个营啊，一直是旗鼓相当，很难分出胜负。无论哪个营获胜， 都在情理之中，获胜者只是在下部的演习当中担当主攻营，并不意味着军事战备能力的全面超越。比武过后，我们马上要投入与404旅的演习，考验我们的还在后面。但是我更相信我们396旅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永不言败的队伍。还是那句话。 上下无虞者胜。396旅，立正！现在我宣布，获得主攻营资格的是罗城1营。 这个郭子健真是个盘子，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1营带的咸鱼大翻身了。咸鱼翻身啊！这1营几年前也是集团军的军事标杆营啊，就是因为江胜强太强嘛，所以呢，就把1营的亮光给遮住了。那所以这郭子健打擂成功了，他显得难能可贵嘛。是啊，哎，你小子是不是在提醒我呀？不是。 我上次找您预定郭子健的时候，您说他还没拿到主攻营呢，那现在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您看这难得的好时机嘛。关于郭子健的安排，我跟军长还有政委都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的想法。最难得的是，步兵学院已经帮郭子健办好了一切的手续，可谓是万事俱备。太好了。我觉得这个1营的风气啊，必须好好整治整治，那太不像话了。就上一回跟2营的对抗，他们的侦察班摸了哨，还把人给绑了。行，你说你绑了就绑了吧，你猜怎么着？他们还拿哨兵的袜子堵了人家的嘴。那几天战士们都东奔西跑，哪有时间洗脚洗袜子呀？
结果给那战士熏的，差点没背过气儿去。他这种行为啊，不单是违反了纪律，最关键的是，他伤害不大，他侮辱性强啊！确实有点不太像话。这事儿我已经找了上海天谈了，这种爱出风头的行事作风，必须要好好抓一抓。就是。但是，这次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没想到最后搞成这样的结果，让您失望了。这事不能怪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说有些投机取巧，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能把一营的战斗力提高了，说明这小子有过人之处啊。我倒是觉得，主要是江胜强过于求稳，再加上轻敌，不然应该不会输啊。你输就输了，你说那些干什么呀？我觉得也有好处，这样能给江胜强上弦儿。年年让他拿第一，他就骄傲了，松懈了。那咱们还真让一营当主攻营啊？那要不呢？通过打擂选主攻营的事儿，早就传出去了。军首长亲自观战，基地导调组认证了结果。啊，我们旅部说话不算数啊。可是您又不是看不出来，这郭子健完全把打擂当成个人表演的舞台了。我敢说，如果梁副军长不到现场来观摩，他郭子健绝对不敢这么放肆，还公然抗令。其实打擂倒无所谓啊，我就担心，将来在演习的时候，擅作主张、不听指挥，那是要出大乱子的。可不是嘛。哎，老左，方政委还没回家？等你呢。等我？哎，有事啊？哎呀，老左，最近呢，我有些困惑，想让你帮我解解。哎呦，没想到我还有机会给康大政委做思想工作。我知道，你不认同一营啊，担任主攻营。郭子健的态度啊，也让你很不舒服。不至于。哎，我也明白，你是为集团军演习的事担心。没错，我这心里没底呀。有件事，不知你想过没有？郭子健为什么偏偏被安排到我们396旅红一营当这个营长？不用考虑，我也知道。知道什么？犯了错误来受罚的。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一营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那你说为什么？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梁副军长的意思。梁副军长。郭子健啊，虽然行事有点出格，但是他对部队的改革的一些想法，甚至包括出发点，都特别符合梁副军长的胃口。我看许灵军对他也很关注，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调到集团军作训处去了。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来镀金的呀。镀金？哎，就他在一营这3个月的这个表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你觉着像是镀金吗？更何况，一营在他来了之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什么事？梁副军长。梁副军长专门交代过，不用特殊的照顾，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之所以现在告诉你啊，就是希望你能够从大局出发，能够更客观的看待郭子健这个人。是客观，还是客气？当然是客观了。关键是，他合首长的胃口，他不合我的胃口啊。老左，我还是那句话，
你一定要把你这暴脾气啊给我搂住了。我跟你说，我一想起来我就肝颤，我时时刻刻怕出事儿。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首长想考验他呀，这是在考验我呀。哎呀，哎，我发现咱们康大政委这思想工作做得也升级了。我这不是困惑吗？郭子健，梁参谋，郭营长，怎么？又有什么事情吗？就是想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对伊尹的支持。我不是支持伊尹，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好，那就谢你的公平公正。不客气，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多交流。再会。什么情况？什么情况？那个梁参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多交流。说。你这么严肃干嘛？我是你妹，又不是你带的兵。你要没什么事，我挂了啊。哎，有事儿。哥，我记得你年假是不是还没休呢？再有半个月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你能回来参加不？你爸妈都在，我有去的必要吗？他们能和你一样吗？谁都不能代替我哥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哇，这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了。你要是不来的话，我会伤心的。要不然这样，我让陈汉霄不参加了，让他给你腾地儿。行了，少给我来这套。那你来不来嘛？我最近要出差，到时候再说吧。啊，挂了。干嘛呀？女朋友？什么女朋友？我那么快？都有女朋友了，那跟其他女同志来往，就一定要保持距离。我们是纪律部队，在感情上一定要专一。想那么多呢？我这打个电话，你是把我孩子在哪上幼儿园都想好了？那当然了，咱们军的幼儿园真的挺好的。你嫂子跟行了。你听说了吗？咱们营长要调走了。啥？别瞎整！不可能的事儿！怎么不可能？咱们营长来的时候就是代营长，你知道什么叫代营长吗？就是暂时的。不是你从哪儿听的瞎话？你别管我从哪儿听说的，反正大家都说他是被集团局作训处看中的人，他来咱们这儿就是过渡一下的。不可能！这集团军战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刚帮咱们争取一个主攻营的位置，不会这个时候丢下咱们的。以后这种瞎话少传。你跟我急什么呀？我心里还难受着呢。反正俺不信，咱营长肯定不会那么干。是啊，班长，我也不信咱营长会那么办。但是他怎么想是一回事儿，要是集团军铁了心调他走，他能有辙啊？你不说话，没有人当你是哑巴。你说不行，我现在就去找老孙和老高他们。
一起向上级请命，必须把咱们营长留下。连长，你们几个不去主动训练，干嘛去？营长，你不能走。对，不能走。谁说我要走了？我就说这是谣传吗？都怪你小子满嘴跑火车。集团军呢，对我们的营长确实要有新的任命，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任命呢，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在此之前，你们就不要胡猜乱猜了，尤其是不要搞请命这样的事情，听到没有？不是，那我们也得表达我们的意见呀。这万一调令要是下来了，不啥都晚了。李松伟，以前最巴不得我走的人是你，怎么现在舍不得我了？就舍不得？怎么了？这不光我舍不得，大伙都舍不得了，对不对？对，这样，营长走，我们舍不得你走。上级领导在安排我工作之前，肯定会征求我的意见。既然大家都舍不得我，那我就算在领导面前撒泼打滚，也肯定赖着不走。这可是你说的啊，可不能忽悠人。行了，少腻腻歪歪的。集团军的实战演习马上要开始了，这一次我们一营是主攻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训练上，要在这次演习中向大家证明我们一营还是原来的红军营。是，都回去吧，好好准备训练。杨副军长到底跟你是怎么说的？一句话，等通知。秀怎么样了？好了，好，回去休息吧。是营长。营长，什么事儿？李松伟没把话带到吗？你也是来劝我的？不是的，营长。俺想说，李连长他们的话您别放在心上。如果你要真想去作训处的话，就去吧。站了。哎。走。营长，其实作训处呢，确实是个好地方。毕竟机关单位呢，不像咱们基层部队这么辛苦，而且呢，也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您个人来说，确实是个更好的选择。营长，你为俺们一营做的够多的了，真的，也让一营改变了很多。但是俺们不能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什么事都得依赖着您，那更不能拖了您的后腿。有你这句话，我郭子健没白来一营当这个营长。哎，对了，营长，俺把这个送给你。嚯，99A，也没少花功夫吧？就这么给我，舍得？舍得啊！营长，上回你给俺的那本关于外骨骼的书俺也看了，有机会啊，俺也想试试。先从模型开始，等把所有的知识呢都学会了，
俺就给你做到真的。哦，好家伙，做那个东西可不简单啊！除了得有知识，还得有资金。警长，你知道俺从你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吗？不会是狂妄自大吧？哪儿能啊，营长！真的，俺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只要敢想敢做，目标就有可能实现。瞻前顾后，那就只能原地踏步。好样的，吴东升，能文能武，不愧是我们一营的兵王。谢谢你的礼物，我会好好保留。郭子健，什么？是来拜师学艺，还是履行赌约来了？我对你那套歪门邪道不感兴趣，我有话要跟你说。听说你要去集团军作训处当参谋了。既然如此，干嘛非要跟我较劲？就算你一营拿到主攻营的位置，临阵换将，你不觉得会影响到军演吗？杨强，先不说组织上要怎么安排我，只要我一天还在一营，就一定会把一营带好。还有，一营能有今天的成绩，不是我郭子健一人的功劳。就算我现在立马走人，我相信一营照样能够在演习中取得好成绩。再纠正你一句，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较劲。你没拿到主攻营，是因为你实力不够。郭子健，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作战指令，部队马上就要出发。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红一营虽然是荣誉营、传统红军营，但是也好多年没有当过硬邦邦的军事标杆营了。但这一次，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要带着这种光荣、这种荣誉、这种打仗的状态，奔赴演习一线。在出发前，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紧急通知：经上级首长再三研究决定，从今天起，郭子健同志的任命已到。郭子健同志正式成为我们一营的郭营长。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郭营长为大家伙儿好好讲两句。第一天，演习场目标打赢，全营都有上刺刀，出发！目前，蓝军的一部分兵力正在向玉皇顶前进。玉皇顶是往年每次演习中双方必争的高地，谁拿下玉皇顶，就意味着在这次战斗中占据了最有利的进攻地势。蓝军这是想要先下手为强，可这种打法似乎又缺少了点新意。没错，经过侦查，蓝军派往玉皇顶的并不是他们主力部队，蓝军的指挥所及其主力部队应该在西风谷，所以这是他们的诱敌之策。他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的部队吸引到玉皇顶，然后从西风谷对我们的指挥所进行直接打击。我宣布一下作战计划：明天早上7点，第一炮由一营发起。郭子健，到。你的任务非常明确，给我瞄准蓝军指挥所，狠狠地打。是。2营到，你们负责助攻1营。是。3营到，对火力打击之后的蓝军实施包围，尽可能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是。4营到，密切关注蓝军玉皇顶的驻军，防止他们和西风谷形成策应，回援西风谷。
是。各位，这是咱们战前最后一次集合。我希望，在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一旦下达作战命令，希望大家务必坚决执行。同志们，404旅虽然难打，但我相信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396旅众志成城，勇敢作战，一定会创造奇迹。保证完成任务。抓紧时间准备。副营长，这个是集团军侦察营同志提供的主攻营打击目标。谢谢参谋长。营长，从此队的部署来看，集团军配属给我们侦察营的侦察结果是没问题的，这里就是他们的指挥所。别着急，再看看。营长，蓝军的巡逻分队过来了。撤。走，去前面看看。跟上。我还以为要被发现了呢，幸好来的只是个侦察班长，他可不是普通的班长。认识，大山带过的兵，一当新兵班长那茬子兵。李连长，你别隔着门缝看人，他可是全军的比武冠军，那可不是个新手，那也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闭嘴！接着说。那个人叫杨茂林，就是刚才的那个侦察班长。俺带过，俺了解，像他这样优秀的侦察兵，是不会放过一点蛛丝马迹的。他明明看见了，却选择了忽略。太可疑了，没错，这个指挥所极有可能是假的。首长，来那么早啊？您好好休息休息再过来，养足精神才好，观敌辽阵，指点战局嘛。我精神头足着呢。哎，这个龙远山啊，真不愧是蓝军的专家。从演习前的部署来看，局中有局，套中有套，真不错。这话您不早就说过吗？古今中外，打仗最高明的招数，也是最普及的招数，那就是你来我往中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仗这么打才有意思嘛。对啊，仗打得不激烈，兵就练不扎实，官儿也逼不出能耐来。首长说的是。你给我预测一下，你觉得这次演习，红方的胜算有多大？我说啊，那我可实话实说了。你还给我来虚的？当然实话实说了。是。我是觉得呀，这个上级领导安排索建安同志以副代政新式指挥权，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但是我觉得，索建安同志就魄力而言，有点沉稳有余，闯劲不足。再加上
的参谋长刚刚上任，在军事指挥上肯定会有短板，所以，我判断红军危险。郭子健不是你的爱将吗？还提他，首长，我这可是白白丢了一个作训参谋啊！瞧，你还激动起来了啊？有什么激动的？你不觉得郭子健更适合做一个基层的指挥员吗？虽然没安排他去你们作训处，但是你能发现他的潜质，也是功不可没。我可不敢谈这个功，首长要没有您点头，以郭子健这狗脾气，无论如何走不进咱们第8集团军队列中来。荣誉感还挺强的。林军啊，这次演习，我预判有点看头。班长，刚才你可是亲眼目送红方侦察小组离开的。那是当然了，红队的带队的是一个侦察兵老手，而且专门留了一手。他们的小队队员离开好一会儿之后，最后的警戒队员才撤退的。还好我偷了个懒儿，没站起来，差点就成他们的舌头了。是内行。参谋长，你看咱们这个部署还有什么漏洞吗？左副旅长，我这演习前才就任，还是全听您的。你不用谦虚，其实我知道，你进入的非常快。我就补了点功课，还差得远呢。从兵力与火力的部署来看，我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但是一线的情况，我还想去现地看一看。好，快去快回。是。旅长，瞎叫什么？可是您现在就是红方指挥员啊。再说杨旅长现在一心就扑在这个新课题研究上，看这架势，应该是很快就要调走了。而且，这次他进课题组之前，可是他亲自推荐的您来做这个代理旅长，这说明他对您还是很认可的呀。再说了，集团军这一回安排您来做这次演习的红方指挥员，这又说明什么？说明杨旅长走之后，您做这个旅长，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嘛。什么叫板上钉钉？只要我还是1天的副旅长，就不能坏了这个规矩。我记住了。行，都听您的，反正也差不了2天。各营部署的怎么样了？对了，我来就是跟您汇报这个事儿的。刚才我跟政委，到各营检查部队部署的时候，发现郭子健不在啊。郭子健不在，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他一个营长，擅离职守，上哪儿了？不清楚，但是哨兵说他带着1连长李松伟去检查部队去了，但是具体去哪儿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听就是在糊弄。郭子健呐，你一提他的名字，我这眼皮就跳得没完呢。本来以为演习之前就把这大佛给送走，可是没想到梁副军长又改变主意了。不管怎么样，演习结束之后，我觉着咱得好好盘盘他，太不像话了。政委呢？政委让我先回来，再跟您研究研究作战部署。他还在1营呢。张海田，跟我说句实话，这郭子健到底干什么去了？你是教导员，他是营长，没什么可遮掩的呀。政委，你这有点笑里藏刀啊！你先消消气性啊。您是
吕党委书记，我是营党委书记，在您面前，我肯定不敢不说实话，对吧？那为什么刚才这你找不到他？啊？说。政委，我觉得您也应该挺了解郭子健同志的。其实他这人挺简单，就是有点偏执，满脑子想的就是打仗，怎么能打赢这个仗？其实我们祖国和人民需要这样的军人，我们的部队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军官。我觉得他挺好的。桑海天，换点新词儿行不行？我换了，我跟他说了，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体力啊。可他这就是不听，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我估计这会儿又去检查路况呢，路况那是一朝一夕能检查完的吗？桑海天，演技大涨啊！在您面前我哪敢啊？说来说继续。我向你保证，他马上就到。报告。说，报首长，联系上营长了。马上。营长他什么他？政委在这儿呢，什么话不能说？实话实说。营长说马上就到。马上啊！好啊，桑海天，你说说，你这一晚上给我报了多少马上了啊？手指、脚趾加起来都数不完吗？啊？政委，我这回说的马上，真的就是马上就到。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政委，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好体力。您都走了1万多步，坐会儿呗。真不坐呀？我们营长特意交代了，一定要让2位吃好喝好，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只需要见你们营长。我们营长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小芳，到。党调组的2位同志要找咱们营长，你跟他们说说。那2位，我先忙了，慢用。我们营长不方便。那就见教导员或者是营参谋，谁方便见谁。报告首长，他们都不方便。你没事儿。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先工作吧。走。那不行，没有上级的命令，你们不能乱走。我们不叫乱走，我们是导演部的，有权利无死角检查。无死角，男女还有别呢，怎么能说是无死角呢？你说什么呢你？反正就是不行。洪班长，到，请记录。是。红方一营干扰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演习信息，故列入扣分项。是。哎，你别瞎写啊！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吗？哎，梁参谋、洪班长，吃过饭没有？郭营长，你们一营好大的架子，拦着我们不让见首长不说，还阻碍我们正常工作。还有这回事儿？怎么能这么对待2位导演组的同志呢？你小子欠收拾是不是？以后记住了啊！对2位美女导调员要客气，要尊重，听到没有？是，营长。新兵蛋子不懂事儿。这倒是没什么，只是郭营长，如果你有任何的作战行动或者部署，可千万不能瞒着我们，不然到时候记录不全，演习结束之后丢了分可就不好说了。哪有什么行动啊？我就是去各个连队转一转。你们这么辛苦，要不要再休息休息？不用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太努力了，请。辛苦啊！营长，政务还等着你呢。知道了，做得不错啊，回头再奖励你。都是营长教的好。梁子儿，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哎，把这个给我。洪班长，请记录：红方一营阻碍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信息，列入扣分项。真唬人，我差点真记了。
我没唬人啊。不是，你真要借啊？我这是按照规定做事的，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我以为你开窍了。对，梁子，你说咱们明明是正常工作，他们为什么拦着咱们呀？难不成他们真有什么小动作？你总算抓到事情的重点了。那怎么办？4个字：紧盯不放。那这回是不是又有好戏看了？梁三，铁军，这次是咱们第一回跟索建安较量，你知道吗？这个索建安啊，军改之前是军区的理论学习典型，可就是不知道真本事有多少。我听说啊，这回396旅杨旅长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本来是要请假来指挥的，可上头愣是没批。我估摸着，各位首长是想通过这次演习来试试索建安的火候，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主官的料。所以你看啊，集团军给他配备的火力配属和各种要素都很到位，就连集团军的侦察营都给他用了，正可谓是兵强马壮。这么说，索建安这回是卯足了劲儿要跟我们大干一场。可惜啊，野狐岭注定是他的败北之地。旅长，这可是人家索建安的尽职之路啊！你看咱们要不要薛微？我说薛微啊，给他留那么一点点面子，别让他输得太难看。胡扯！演兵场上只有对手，没有人情。部队建立蓝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咱们蓝军做红军的磨刀石，提高部队战斗力。如果咱们讲面子留情面，那就是不称职。所以这回啊，咱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拿出120%的力量跟他打。索建安要是真赢了，那证明他有本事当好这个旅长。如果他要不行，那对不起，只能拿他记咱们404旅的战刀。我开玩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再问你一句，西风谷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能确定吗？政委，我可是侦察连长出身，这些小伎俩糊弄不了我。小田，走。情况紧急，我马上要在子健回指挥中心，迅速就作战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在没有接到新的作战部署之前，你负责督促营属各作战单元按原计划做好战斗准备，保证完成任务。马上是到，马上通知索副旅长，请集团军侦察营的同志做好准备。是。这次虽然有功，但下回再私自行动，等着被处分吧！你就。是，一定服从命令。我知道了，旅长，巡逻分队报告发现红方侦察痕迹，应该是24来确认我们指挥所位置的。没想到这个索建安行事竟然如此谨慎，没有打草惊蛇吧？一切都按计划执行，他们没有怀疑。好，命令西风谷负责伪装的部队立即转移。是。假的！我说郭子健，你擅离职守，私自行动，就得出这么个异想天开的结论。副旅长，这不是异想天开，请您相信我的判断是基于事实的分析。你所谓的事实，就是对方的侦察员没发现你，这只能说是直觉，直觉不是事实啊！难道我凭你的直觉，我就能断定集团军侦察营发现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曾慕涵，到，进来。是。曾慕涵同志，现在一营的郭子健营长，经过现地侦查，对你们先期侦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你来谈谈你们侦查的情况吧。是。哎，
们什么时候撤退？急什么？还没给我们发信号。一会儿走的时候，我去黄石岭，你去老虎口。班长，为什么还分2路啊？搞虚实吗？少大气！报告首长，我们的侦查报告都是通过多种侦查手段综合得出的，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你们看 ，A 点、B 点，还有 C 点，这些都是典型的指挥机构设置，而且从指挥机构的选址、定位，以及巡逻分队和警戒分队的前出位置，都能充分证明，这里就是蓝军的指挥所。不止这些，还有配套设施和保障分队，都和教科书上面的要求严丝合缝，但是却存在2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指挥所的所有人员运转都在有规律地进行某些动作和流程；第二，对面山头是绝佳的观测点，我看过你们的行动画面，你们侦查的时候选择的就是这个地方。按照指挥所设置原则，这样的观测点绝不可能提供给对方。有道理。正好相反，这个观测点距离山谷的实际距离已经超过了指挥所设置原则中要求防范的距离。另外，他们的巡逻组也途经过这里，这恰恰可以证明，他们为了加强防范，甚至扩大了巡逻范围。如果这个指挥所是假的，那这么做根本没有必要。这就是最让我怀疑的地方。我们跟他们的巡逻组已经碰过面，他们表现得十分散漫，甚至有故意放走我们的嫌疑。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设置的假象。郭营长，你的分析都是基于现地侦查，可仅仅依靠现场侦查的话，这样的判断太主观了，缺乏客观数据的支撑。我认为我们的分析手段更加全面，也更综合，最关键的是更科学。如果仅仅是依靠数据分析，也可能是最典型的纸上谈兵。怎么说话的？哦，人家就是纸上谈兵，你的结论就那么精准？别把话说那么满。数字依据，现地侦查都有根有据啊，说的都有道理。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挺有道理先喝的。点水，缓一缓啊。我要是指挥员，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你支持谁？眼睛会骗人，但是数据是不会的。那你意思是郭子健错了？我们只负责记录，不要妄议对错。会长，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整个旅的作战部署，难道就要因为你一个人的猜想，而全部洗牌重组吗？猜想？你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猜想？这跟我和2营对抗中用李存伟去迷惑姜建强是一个道理。我能闻出其中的味道。你说1000到1万，没有数据支撑，那不就是主观臆测吗？那不是猜想是什么？如果我们盲目实施打击，那暴露的不仅是我们决策的意图，还有指挥的草率。2位首长，我知道现在时间紧迫，所以请相信我的判断。我的毕业论文主攻方向就是未来陆军多点打击的研究，而且据我所知，404旅的龙远山旅长，他的研究生课题也是这一方向。好了，现在是实战，真刀真枪的实战，炫耀什么理论研究啊？就是，就算你要讲理论，你讲得过索夫旅长吗？索夫旅长当理论标兵的时候，恐怕郭营长还在练拉枪术。扯远了啊！索夫旅长，我没有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打赢这一仗。即便输，也不想输得那么难看。什么叫即便输？我告诉你，不可能输。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救世主啊？哎，我们领导班子干什么的？就拿饭袋、草包，就你聪明，看把你能的！哎呀，军校指挥专业的高材生。老左，我们现在只说情报，不说别的啊。大战在即，郭子健，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我撤了你的指挥权。